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说从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的想法，那么从嘴唇可以看出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从中反映出他的性格和命运。因为口除了进食以外，还用来说话。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的五官面相便是其内心想法的外在表现，这是骗不了人的。嘴当然是面相中重要一环，那么不同的嘴型都有哪些说法呢？一起来看一下。一、小口。小口的判断方法有：闭口线明显小于鼻翼两端的距离，嘴巴小的明显。女子如果是小口，那么她一般温文尔雅，有女人味，做事严谨。若男子是小口，那么他能言会道，尤其在哄女人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在这里要提醒耳根软的女孩子要注意了哟。如果说哪位明星是小口，我脑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中饰演范丽君的许环环。她的嘴巴看上去小小的，真的很含蓄，很秀气。也可能由于过小，导致表情不是很舒展，她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总是笑着。在找图时发现她不笑的照片真的少得可怜。不过这样温婉的女子，笑与不笑自然都是美的。二、宽口。宽口的特点，嘴巴两侧的长度远远超过了鼻翼的长度。这样的人智勇双全，有非常好的决策力，而且做事很认真，也有比较好的运气。人称姚大嘴的姚晨当然是宽口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嘴型，喜欢的人会觉得很美，觉得它恣意又舒展；不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太过放纵，处于不可控的状态。你觉得呢？三、螺口。螺口的特点是嘴巴厚且短小，其形状就像是海螺的外壳。拥有螺口的人会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并且能很好的发挥其优势。日本女星石原里美就是一个螺口。当然，不清晰的唇线是拥有螺口的人烦恼的点，后期化妆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有笑容这个万能大法。四、厚口。厚口的特点是嘴巴厚大且饱满，拥有这种口型的人一般有能力养活家人，同时他们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对家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并且人生方向明确，不会犯原则性错误。都说嘴唇表玉，厚唇的人嘴唇微张，魂儿就不知道被勾到哪儿去了。性感在很多人心中想当然的只以为穿的极度女性化的装束，用豹纹、高跟鞋、黑丝来凸显出丰乳肥臀，这些都只是性感的表象，而真正高级的性感，它更多的是一种原始的吸引力。在国内，将这种原始吸引力发挥的较好的，莫过于女星舒淇了。五、喉口。喉口的特点是嘴唇又细又长，如果人中端正，如同破竹的话，即人中深陷，就为吉相。喉口的人虽然外形不出众，但家境富裕，不缺衣食，并且比较长寿，福禄安康。春晚常客巩汉林就有一双喉口，难怪已故的赵丽蓉老师会在小品里说他长了一张猴脸，猴精猴精的。和这种嘴型的人打交道，一般会多加注意措辞，毕竟他们能言善辩。六、四方口。四方口的特点是嘴唇整齐方正，嘴巴扩大，嘴唇把牙齿遮盖得很严实，并且牙齿白净，唇线唇形都很清晰。大部分拥有此口型的人寿命一般都长，这样的人聪明有才华，为人谦虚有礼貌，且有自己的品味，多富贵。四方口的人总是给人稳重大方的感觉，让人有安全感。这么多年过去了，歌手潘玮柏眼睛里仍然闪着星星，方正的四方口一笑起来，牙齿洁白，依然满满少年感。七、一字口。一字口的特点是嘴巴薄，没有肉，如汉字一的形状。
这是一种无情无义的嘴型，他们善于狡辩，爱推脱责任，同时由于容易出卖朋友而人缘较差，但是呢，他们最公正。找这个一字口的案例可真不容易，过了好久才灵机一动，想到灭霸这个电影角色。有着标志一字口的灭霸确实是孤独的，众叛亲离，当然他也是最公正的，让地球上一半的人无论贫穷富有、高矮美丑都毫无差别的消失。8. 仰月口。仰月口的特点是口如上学月般向上弯曲，两边的唇角有一个优美的向上的幅度，他们的牙齿洁白，同时嘴唇红艳动人。拥有仰月口的人一般才华横溢，美名远扬，一定能发达富贵。香港富太徐子淇便有这样一个仰月口，恰似人间富贵花的她总是笑意盈盈，洁白的牙齿更是将朱唇衬托得愈发饱满红润。9. 弓口。弓口的特点是嘴巴的形状好像弯弓一样，两嘴角微微向上翘起。不同于仰月口的是，弓口的唇珠明显，呈轻微的 M 型，同时嘴唇丰满，颜色鲜红。这样的人有自己的意识，而且领导能力很好，对于事情比较有坚持力，到中年会富贵，福气自然来到。韩雪便有一个朱唇明显的弓口，家境优渥的她虽然一直为大户，但是一直在坚持表演事业，同时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10. 花瓣口。花瓣口的特点是唇线清晰优美，犹如花瓣般娇艳动人。相比于弓形唇，上下唇线的幅度较大，拥有这种唇形的人都有一颗慧心。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各种菩萨面相里都是这种唇形。当然不止佛祖是这样的唇形，在中国古典的绘画中也比比皆是。同时还发现继承了国风的中国学派制作的动画人中的人物也拥有这样的唇形。花瓣唇代表了一种写意的审美，是一种东方式高级的审美。11. 散口。散口的特点是嘴巴闭不严，嘴角总是微微张开。生有散口的人一般脾胃不好，做事不周密不严谨，他们的感情多偏于被动。散口的男子不会去主动追求女孩子，而散口的女子则容易被追求，而且容易多角恋。歌手孙悦的唇就是微微张开的，这种松开和嘴凸有关，不是说这是因为龅牙的原因，而是整个上颌骨就是向外凸的。如果不能闭合的程度已经影响到平时生活了，建议采用医学手段矫正。12. 吹火口。吹火口的特点是唇珠和下唇间有缝隙，总是留一个小口，嘴巴如同在吹火，一副合不拢的模样。生有吹火孔的人大多贫穷且不长寿，口尖表示生存艰难。在电影《情人》中，女主角简这样解释她总是戴礼帽的原因：礼帽可以让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她漂亮的眸子上，同时礼帽头下的阴影会减轻嘴凸的程度。13. 缩口。缩口的特点是嘴巴的四周向里面缩，总像抿着嘴似的。在印象中，这样的嘴型在老年人中常见，由于牙齿的脱落，嘴就向里抿。拥有缩口的人性格一般较为固执，不论道理是否正确，只要他认定了，别人怎么说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他们一生之中多为子女操心，而且极有可能是操闲心。14. 腹喘口。腹喘口的特点是嘴角模糊不清，口型像一条破船，双唇的颜色暗红像牛肉，是一种不好看的唇色。一个人如果生了这种嘴巴，多半要当乞丐，一生苦不堪言。15. 樱桃口。樱桃口的特点是嘴巴小而尖翘，唇好像抹了胭脂，又像樱桃般饱满红润，有非常好看的唇色。牙齿好像石榴籽儿，排列紧密而又整齐，笑的时候脉脉含情，是好运之象。这样的人一般都很聪明，
出类拔萃，同时异性缘很好。宋祖儿的唇是很生动好看的樱桃唇了。樱桃唇既结合了弓形口优美的唇形和小口小的优点，给人娇俏活泼的感觉。今天这15种唇形就先讲到这里了，你是哪一种呢？睛是心灵的窗户，在面相学中10分看相，7分看眼。眼睛是相学中最重要的部位，从一个人的眼中可以观得精神、气魄、胆识、富贵、智慧和身体健康等。一个好的眼睛面相需要是眼珠、眼白黑白分明，眼神炯炯有神的。其次就是眼睛的形状。下面我们从面相学的角度来深入了解一下不同的眼型分别代表一个人的什么特征。为方便理解，接下来将遵循中国古代的划分法，从形状、相形两方面来介绍眼型。一、阴阳眼。以前的八卦书里把单眼皮叫做阴，双眼皮叫做阳，所以后来凡是2只眼睛不对称叫做阴阳眼。阴阳眼听起来比较灵异和可怕，但这里的阴阳眼跟宗教没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小眼。我们都知道宋朝大清官包拯就是阴阳眼，其实他的画像只是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流传下来说他死后会到阴间会审鬼神，这些都是迷信讲法，主要表达他为官清正、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象征。其实一般人的五官都不是绝对对称的，只是不怎么明显。生理学的解释是左脑管理性，右脑管感性，左右脑发展的程度不均匀，就会导致左右脸看起来不太对称。一般来说，左右眼大小明显不一样的人，由于左右经常不协调，所以性情必然多变，否则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已经失去客观平衡而不自知，会习惯性的依据没有定性的主观来判断事情，让人捉摸不到他真正的想法。大小眼的人不论男女，看事物有2套标准，心思缜密敏感，一般都比较聪明，但情绪起伏也比较大。徐子珊、张靓颖、张钧甯都是比较明显的大小眼。2、杏眼。杏是圆的，顾名思义就是像杏核一样的眼睛，特别是睑裂宽度比例适当，外字角较圆钝，眼瞳、眼白比例适当，眼皮褶皱少，多为内双，眼神干净清澈，常给人清纯较憨的质感，比同龄人更显饱满年轻。杏眼男性，长着杏眼的男性相对来说比较文弱，属于可爱型的，一般不具备所谓的男子气概。这类眼型的男性很受他人待见，他们在很多场合中总能够凭借自身的魅力调动气氛，是救场王。 TFBOYS 的王源就是杏眼。杏眼女性，杏眼女人可以说是万人迷。生有杏眼的女性眼睛水灵秀气，水汪汪的眼睛楚楚动人，非常可爱漂亮。这类女性天生懂得照顾人，温柔体贴，是男人们的杀手锏。张柏芝、应采儿、宋慧乔、贾静雯都是杏眼。3、新月眼。新月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两边眼角弯，如新月，清秀细长，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眼角下弯更有魅力，两眼角上弯就不太好看。新月眼男性，生有新月眼的男性心思细腻，善于观察，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细微变化的事物，因此这类男性做事情比较少出现错误。不过他们生性好玩，缺乏进取心。回忆一下，你知道哪些是新月眼的男性吗？新月眼女性。新月眼的女性个性温柔贤淑，善解人意，比较随和，因此人缘好。不过他们意志比较薄弱，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容易被身边的事物所迷惑。何洁、周冬雨、钟楚红还有汤唯都是细长的新月眼。4、桃花眼。桃花眼眼睛长，上眼皮弯曲弧度较大，双眼皮又深又宽，内眼角尖而较内陷，外眼角细而略弯，眼尾很长。桃花眼不笑时形状似桃花花瓣，眼神迷离，媚态毕现，眼睛含笑时眯成2道月牙，十分勾魂。桃花眼必须满足这2个条件，缺一不可。长着桃花眼的人平时看上去总像没睡醒，眼神略涣散，没有焦点，目光却浮露在外。好的桃花眼还要配以色泽鲜润的卧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魅惑。
桃花眼男性，若是男子长了一双桃花眼，则满眼风流，让人心神荡漾；桃花眼女性，若是女子长了一双桃花眼，则其眼神似醉，而又楚楚可怜。正所谓一枝梨花春带雨，陈好、王祖贤便是这种眼型。5. 柳叶眼，眼型较之杏眼，要细一点、扁一点，形如柳叶。柳叶眼又称媚丝眼，有媚似眼如丝的意思。拥有这样的眼睛的人还是挺好看的，因为眼眸流转间会带点天生的魅意，狭长的眼型近看也是较为深邃。倪妮、李准基就是这种眼型。6. 铜铃眼，铜铃眼眼睛圆的像铜铃，这里区分一下铜铃眼和圆眼。圆眼比较偏向于眼睛的轮廓比较圆和大，而铜铃眼形容更加偏向于瞳孔的圆和黑。铜铃眼睛里面就像有颗铃铛一样的咕噜咕噜转得很有神，又黑又大的瞳孔很摄人心魄的感觉，就像戴美瞳和没戴的区别。赵丽颖既是铜铃眼又是圆眼。7. 下垂眼，下垂眼又称下斜眼，正面看呈八字形，眼尾处下垂。女生若拥有下垂眼的话，不仅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给人的感觉也会比较可爱。这也是小垂眼翘楚徐若瑄40岁能够演女学生的原因。在相学中，除了用桃花、杏核、铜铃等来形容眼睛外，还把眼睛和动物做类比的，比如凤眼、龙眼、狐狸眼、犬眼、鼠眼、猫眼。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实在太有观察力和浪漫情怀了。1. 凤眼，指小眼角向上的眼睛，可分为锐凤眼、睡凤眼、丹凤眼3种。锐凤眼，眼睛细长，瞳孔比较接近眼角，瞳孔上方有1/3为上眼皮所盖，眼尾上翘，其眼光流而不动，迷人而富有魅力，个性温柔，充满温情慈祥，只是好奇心重，容易轻易相信别人，如能坚持走正道，前程光明灿烂。睡凤眼，眼睛细长，大半个瞳孔都被眼帘盖住，林黛玉就是睡凤眼。丹凤眼，眼睛类似一种眼角上翘并且狭长，类似丹凤之眼，其典型特征是内眼角朝下，外眼角朝上。《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就是著名的丹凤眼。2. 龙眼，龙是我们想象中至高至上的神奇动物，谁也没有看过真正的龙，所以只能说是理想的象征。被认为是龙眼的眼睛单眼皮，眼头圆形，眼尾细长，眼脸裂阔，极具威严气质，眼珠黑白分明，炯炯有神，尤其是当其所有决心采取行动时，眼光更是光彩四射发亮。如别的部位配合得好，一定能成功扬名而富贵。3. 狐狸眼，狐狸眼就是我们常说的媚眼。狐狸眼眼睛头部比较低，带着点勾圆，眼尾部为上翘，眼睛中间部分呈现正方形，眼睛为黄色，看起来很妖媚。狐狸眼男性，狐狸眼长在男人脸上就会比较花心，他们和桃花眼男人一样是情场高手，专门玩转爱情游戏，证明自己的魅力。狐狸眼女性，有狐狸眼的女性看起来特别魅惑，男人们常被这眼性的女人勾引。这类女人非常缺乏安全感，但同时这种眼型的女人冰雪聪明机灵，从不吃亏。张曼玉、范冰冰还有秦海璐都是狐狸眼。4. 犬眼，犬眼呈三角，情色或黄或青，看东西的时候目不转睛，看起来很认真。犬眼的人常常侧头斜视，生性机敏乖巧。犬眼男性，长有犬眼的男性聪明机灵，反应超快，能够机智地处理突发事件。不过这类男性在礼仪方面较差。犬眼女性最八卦的人非这类眼型的女性莫属，不过她们的智商过人，可谓冰雪聪明，也比较古灵精怪。路易的女儿贝尔的眼睛就有点像可爱的狗狗眼。5. 鱼眼，鱼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圆、凸露、昏黄，略带水光，上眼皮靠近眼梢1/3的地方往下垂，好像盖住眼珠一样，眼白浑浊不清，整只眼看上去毫无光彩，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戏称的死鱼眼。死鱼眼男性，长有鱼眼的男性身体比较虚弱，
看起来一副软绵绵的样子，没有男子应有的气概，经不起大风大浪，做事情有头无尾，不能够坚持到底。鱼眼女性，女性生有鱼眼并不好，这类女性的多愁善感，天生体弱多病，打小父母就为她们操了不少心。6. 猫眼，猫眼短而圆，瞳仁略带黄色，看起来亮晶晶的，非常有神。这样的人温和单纯，家中富足，能力很强，一生常常能够得到贵人物的垂青。猫眼男性，猫眼男性适应能力非常强，很有才干，而且是个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这类眼型的男人既懂得赚钱，又懂得如何享受，可谓活在人间的仙人。猫眼女性，猫眼女性性格单纯温和，喜欢一个人独处，静静地享受自己的一片天地。她们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和这类眼型的女子在一起，你一定会觉得生活很有趣味。周韵、赵薇和舒淇看化妆之后的照片都有点像猫眼。7. 鼠眼，鼠眼的特征是小血圆，情黑若漆。由于受鼠目光、贼眉鼠眼等成语的影响，人们对长着鼠眼的人会有天然的偏见，认为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不够诚恳。不过这些都是误解，面相跟人的品行之间不能简单粗暴地划等号。鼠眼女性，生有鼠眼女性多相貌不佳，她们也因此而感到自卑。这类女性自幼多被人忽略，从而造成了她们极度的没有安全感。鼠眼男性，鼠眼男性通常比较精明，且长相喜感有特色，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小品、相声演员和主持人都是鼠眼男性，如巩汉林、杜海涛、小沈阳等。所以称什么是眼型？我们能够从面相当中看出眉毛的长短、稀疏等，从而推测这个人的寿命长短、兄弟亲疏之缘以及荣衰。有的人眉毛长得不好，那么对整个人的性格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今天大佬给大家介绍6种不吉的眉相，希望你们都没中。交连眉，首先是第一种交连眉。连眉大家都晓得不好啦，这是个很普通的相学常识，有非常多的人眉上也可以看到有稍微的相连之势，这只是一般的眉心较窄而气量狭小罢了。假如并不止稍微连结，而是2条眉毛的眉头有力的结合起来，这就成为6害眉中的交连眉。假如是一双既粗且浓又杂乱的交连眉，最是可怕，它会令一个人失去理智，糊涂地做出傻事。也由于其心智不健全，思想一片混乱，所以从低能人士、弱智的人、严重脑部伤残者和精神病患者中，都能发现有此种眉相的人。黄薄眉，假如眉毛生得太过稀疏或浅薄，表示这种人很情绪化。如果是女性的话，更是个神经过敏的人，喜怒无常。但若加上眉毛不是黝黑色，而是棕色或咖黄之败色，这便是犯了6害眉中的黄薄眉了。黄薄眉的人一般不会念亲情、友情和爱情，且功于心计，利害得失之心非常重。但可惜上天并不会体恤这种人，将会赐给他绝望和孤独人生。交加眉，所谓交加眉，是在眉的中间或尾部另岔开了一条眉毛，有点像个叉子，又像2条眉毛交加在一起。有这种眉相的人，会在人生的路途里饱受亲人挚爱的生离死别之苦，性格飘忽，东摇西摆。假如作为女性，在感情上的离离合合往往会尤其的多，如若眼再生得不好，便连累到婚姻也不会稳定了。杂乱眉，眉毛手际杂乱，只要眉毛一杂乱，任你眉形怎样有势，眉目如何相配，眼睛就算生得再好，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不良因素所破坏，做事往往也会弄巧成拙。如眉毛生得很是杂乱，加上眼神涣散，性格会复杂而矛盾，精力往往都花在胡思乱想或自相矛盾中。重压眉，重压眉即眼眉尤其粗浓，
而且眉低压目，眉眼之间的田宅宫给浓眉所遮盖了。这种便是六害眉之中的重压眉了，不论男女均忌这种重压眉。由于生理关系，男性的重压眉往往要比女性的重压眉粗大一些。就女性来说，假如这位女性的眉毛比一般女性粗浓而且压目的话，便算是女性的重压眉了。这种眉相的人个性是相当急躁的，但却又缺乏自信心，因此做事会凭一时之气或心之所至，但由于没有十足把握，而使事情最终弄得一团糟。假如重压眉再加上杂乱眉，个性便会太鲁莽，很易因一时之错而导致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有重压眉的人必须小心自己的行为，不可太过轻率处事才好。扫把眉，扫把眉外形就有如扫把一般，头尖为散，即眉头尖细而眉为散碎是也。眉头太尖细的人有一个很差的缺点，便是疑心太大，又时常跟别人勾心斗角，没有容人之量，胆小而心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都很易招惹小人，在互相猜忌之下，其人便难得半日安宁畅快了。这种尖头眉再加上为散而碎的话，便在性格方面彻底的失败了。由于他将会再加上精神不集中、心绪不宁、胡思乱想和贪心等不良性格，因此很容易便应了古时候人说克妻害子老不贤此恶句了。不吉的眉相对我们的健康、财运、人缘等都不利，相反，如果是好的眉相，则能助你一臂之力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那好的眉相具体有哪些呢？龙眉，龙眉眉形好比飞龙在天，看上去很有气势。这种眉的特点是眉毛位置略高，眉宽而齐整，眉峰明显。有此眉相的人精明能干，做事果断，条理清晰，喜欢结交朋友，父母长寿。男人有这种眉，多能出人头地，成为栋梁之才，造福一方。古往今来，不少将帅高官都多见此种眉相。女人有此眉相，性格强势，很容易与人起冲突，但是运势不差，也为富贵之人。狮子眉，眉毛长和蓬松，并且粗拙微移，眉尾向下弯曲的眉毛被称为狮子眉，一般多是男性会长有这种眉毛。长有这种眉毛的人，外表看着严肃威仪，其实内心比较祥和仁厚。这种眉形的人大多能文能武，不过早年运势一般，中年有横财入账的机会，典型大器晚成型，晚年夫妻和睦，儿孙孝顺。北斗眉，此类眉也被称之为寿星眉，特点是眉头略弯，眉毛宽长，眉尾下垂。这类眉相的人才华出众，足智多谋，品行端正，智商高且高寿，外表敦厚温和，非常注重感情，异性缘非常好。这类眉相的人容易突发横财，有狮子眉、北斗眉的人一生有多次横财，财运能称王。但是一定要洁身自好，不能在感情上出现暧昧或三心两意，以免异性缘过旺或遭遇桃花劫。如果感情处理妥当，把异性缘转化为贵人缘，事业突飞猛进，财运亨通，富贵一生。新月眉，新月眉形一般来说就是眉毛长一点，而且整体稍微有些弧度，这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理想的眉形，可以给自己带来非常好的财运，而且情感方面也会多些顺利。现在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纹胰子眉，其实这样的眉形虽然很好看，对于个人运势也有很好的促进和提升，但是很容易得罪贵人。直来直去的性格可能会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失去贵人，
而不自知。长美，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说明你的人缘很好，能够和家人和睦相处，做事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做事协调性好，善于沟通和交流，因此事业容易成功。并且这种面相的人异性缘也比较好，容易找到心仪的对象，能够获得一份甜蜜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凤眉，凤眉眉形修长，清秀小巧，眉头向上升起，眉中开始略有下弯，眉头低，比眉尾略高。拥有这种眉毛的女性大多聪明能干，持家有道，性格内敛，一生与富贵结缘，人际关系优秀，长相上有气势，当嫁有权势之夫。但如果男人长这种眉形，虽然也为富贵，但不免行动和思维比较像女人。卧蚕眉，卧蚕眉的眉头圆而下弯，眉尾上扬，眉毛整体的颜色乌黑清秀，远看就像是一只弯曲的蚕趴在眉毛位置，因此被称为卧蚕眉。长有卧蚕眉的人大多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成名，为人心思缜密，忠诚守义，对待朋友也比较讲义气，也因此能收获很不错的人缘，在工作上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即便遇到困难也会逢凶化吉，一生平安富贵到老。眉毛在面相上固然重要，但还比不上眼睛重要。倘若一双眼睛生得不好，就算眉毛再怎样有势或秀气，也是一事无成的。但假如眉毛略为欠佳，双眼却藏神，清楚照人，此人的人生便会有很大的改变，只是在情绪上有一些过敏性的缺点而已，始终也是个成就很高的人。因此，假如见到人眉生得不好，千万别乱说一通，必须配合整个面相来分析。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